Hello，大家好。这一期的话，我们来看皎月绝活哥的一个出装符文搭配。像现在有了灵若这件符文以后，可以选择不带那个仙宫了。按皎月的话，还是可能灵若上面的话，前期它的伤害还不是特别高。还是需要做了2件套或者3件套以后才能打出那个爆发，所以前期收益并不是特别好。然后这里的话就是选择是带电刑的，这里看一下它的拉扯技巧。这里的话，蛤蟆这里是选择双层的，这里拉过来一个 Q 打两边的野怪，E 再拉，尽量不要让自己的 E 给断掉。E 断掉的话，容易刷野就没办法，就是 E 技能的 CD 还是蛮长的。EQ。QE Q 在释放的过程中直接 E 过去，直接判定的时候会先判定这个印记打出来了，但这里的话拉脱了，太快了，那有点慢，没办法，这样的话必须得先去先吃石头，等拿完那个再过去。这样的话是吃完河蟹是速升不了5级了。这样的话，对方直接是在上路出现了，也是蓝 buff 往红 buff 那边刷。就像现在这种情况哈，2分钟，你问对方打野在哪里，对吧？不是在下路就是在上路。你看你家打野，如果你家打野不在，这里的话上来直接打一套，没有大招，可惜。这里的话直接大招过来，但好像队友跟不上，队友的话可以交闪现过去杀的刚刚，但迟了一些。可惜前期的塔伤还是太高了，就是2分钟的话，我跟你说，就是那种一套公式。如果说自家打野不在你这边，那打野是吧，就有可能在你身边。这里的话上来直接抓，打一套电刑打出来了，但等下一套技能，不要吃太多的伤害，这个什么亚索拉扯的还是很好的。这里为什么要释放技能呢？因为那个皎月的被动就是释放技能后可以增加自己的攻速，所以这里面也带了个攻速的符文嘛。这里射手被对面抓了，刷过来好像也被对面反。这里直接过来卡了一下被动的平 A， 因为皎月第3下平 A 有特效平 A 嘛。这里中路和上路都传来2号，但射手说我不想输，来了给对面老板中单老板来了一发大火箭，
啊，剑魔反手来了一句啊，谢谢您。哎，这里的话上来直接打一套亚索跟剑，再加安妮的大招眩晕，轻松收下上单人头，逮住了个机会，尽量帮上单的那个吃他的塔皮，然后把这个节奏加快一些。回家把装备一补，然后往下路刷，因为双人路是有优势的，所以拿小龙会更稳妥一点。然后这里面有个细节就是上一塔，但这里的话4手掉点20秒，我能复活赶过来，问题不大。哎，这里的话把对面双人路，但奶妈奶出来了，大招接2技能。来得太好了，还没有减治疗，没有减治疗的话不太好啊。这里的话 Q 空了，不然的话可以上来打一套，把对面打野打死。这里闪现直接接 E， 把对面的那个打野打掉。对面打野不掉的话，这条龙可能就拿不到了，甚至先锋都得掉。这样的话，对面打野掉了，但诺手赶过来了，这里过来直接秒掉对面的那个奶妈。这里 QE 再往回拉，一个很好的身位，拉扯了对方，再接 Q 收掉对面的诺手。豹女的话，有队友去赶开他，不让他拼宠的机会。哦，这里直接 E 过来收人头，Q 的话 ，QE 的话太慢了，有时候有些情况就是断 E 也没关系，因为团战的话能把人头收到自己手上，然后去带领队友胜利就好了。但如果说你觉得你玩得很吃力，那你就可以让人头给队友，这样的话你的压力就没有那么大。哦。那诺手的话又被队友包围了，先锋对面已经拿到了。这么久不去的话，其实就想让资源了。这里的话，等那个虚弱没了以后，直接大招，要卡一下。如果你太早释放的话，虚弱的那个低 buff 在你身上，你还是很难受的，打不出那个该有的伤害，秒不掉对方的时候，反倒被那边丝血秒掉的话就出大事，而且自己是大人头的7-0的大人头嘛，1000块好像。那这里的话可以做个中路推进，对面先锋放在中路啊，把中一塔给推掉了。啊，这安妮直接这样放大招吗？当做想把它当做兵线来用，这里的话得看豹女的位置。这里大上来，但是对面的卢锡安直接一闪，拉了一个超远距离。但这样的话，2塔已经掉了。你可以看得到这位皎月结活哥的那个拉扯细节真的很到位。对面豹女的话，你看就有点被动了。所以说这个版本豹女，你说这新英雄嘛，豹女很强嘛，没有说特别强，还是一些老牌英雄会更强势一些。但你说他弱嘛，但不弱。等他发育起来的话，你是很难去做到一个，只要他顺刷起来的话，能打出爆发的话，还是扛不住的。啊，这里开始嘲讽起来了。激发起来啊！对面
的斗志。哎，这里的话，剑魔在这里在反蹲，大招再接 E 过来，直接打到3个人，但伤害还是有点不太足，不够于秒掉对面的脆皮。这里牛头一直在前点留人，这里诺手发育还是不太行，太脆了，装备不太行。但这里的话没技能了，牛头也没有蓝了。这里的话打上来，但是好像要被收割了吗？啊，有安妮的后排保护，再接一个 Q， 秒掉对面的卢锡安。对面直接这样子刷过来的话，金克斯复活了，可以进行收割。全是细节，真的是，对面太追的太粗糙了，不应该再追了的，见好就收。这版本的牛头还是蛮肉的，你可以看得到对面根本打不动的牛头。这条的话，小龙就到了。哦，应该是对面是个熟人，所以啊。经常是跟对面互动，好像还是之前一起开黑过的好友，也是主播吧，应该是。因为现在啊都是各路神仙在那里打主牌的，但这里的话被吃到了伤害，剑魔的刺史剑气接上那个诺手的大招，根本扛不住这伤害。刚好过去的时候吃到对方的血怒了，所以劈下来直接半血就没了。这里的话3件套了就可以，所以皎月的话还是很吃一些爆发伤害，它需要通过装备还有符文去补一些爆发伤害。如果你带那个暗黑收割的话，可能前期根本就打不出这个优势，后期的话也不需要那么高额的伤害，如果伤害溢出完全也没必要，因为3件套以后伤害其实就已经很足了。后续的装备也是为了做一些功能性装备，你看像破盾啊，或者说保证自己更好的恢复能力。这里的话一套Q 接 E 接 W 再一个大招就已经可以把对面秒掉。这里过手弄手的话，带完线直接去参团了，但对面掉了个这里的话原来在蹲打野。血怒出来了，直接劈死反秒，但还是被烫死的。这里把中亚给做出来，哇！对面的豹女一个标枪把安妮给秒了。所以这里面可以看出，装备起来以后的豹女其实也是很离谱的。虽然说这边装备领先对方哈。但3件套就是能 C， 而且能打出一些伤害。这里的话也来到了一个真空期，也没有太多的资源可以拿，只能说把自家野区和对方野区入侵一下。那么诺手是没有做太多的猛抗，
对面打野和双人路是一点魔抗都没做，所以看情况是选择优先秒谁。对面中单和诺手有点魔抗，但不多，所以你可以看到，就你可以关注一下对方的一个属性啊。如果说你是法术是吧，你就应该知道先秒谁，可以秒对面打野和射手还有辅助。但如果说你又执意去秒那个有魔抗的，他用羽毛刀是吧，扛住了这个伤害，你没有一套秒掉，拖了一下节奏，那你就可能出事了。这里的话，对面有点闪，大招的话还是选择最后来收割。那这样的话，这条小龙轻松拿下，然后再去拿到大龙，可以尝试一波了。待会儿啊，这诺手挺能打的，但还是啊。一个人打4个，这豹女开牛子啊，确实有点离谱了。牛头这英雄能被开的？可能是以为自己已经有3件半了，可以秒牛头。但只是没想到牛头还是蛮肉的，特别是开了大招以后，他做这件装备还是，像这个什么这个新装备哈，对于牛头来说是很适合的，所以这个版本的肉辅吃到这个版本的红利，我跟你说，这里上来直接秒掉对面的辅助，再接 Q， 但没有 E 了。直接是E 上去，直接开大秒的。这里打一套 Q 秒掉对面的射手。好，那这样的话，这期就比较轻松的拿下了。虽然说前期有点波折，那这期的话就到这里啦，欢迎大家的收看。